宣后教子无方，这一点从五公主身上便可以看出。她年少曾遭受颠沛流离之苦，所以总想着让子女过得好一点，没想到却让孩子们养成无法无天的模样。她知道自己孩子的做法不对，内心饱受折磨，可终究是自己的亲生骨肉，血缘亲情分不开，所以不管太子和五公主犯多大的错，都有宣后担着。在剧中，宣后临死前，五公主终于悔悟，知道自己过去所做之事是多么的荒唐，不仅伤害了别人，也寒了父母的心。经此事后，她必然会痛改前非。但在原著中，五公主却没有丝毫的悔改之心，她和从前的自己毫无区别。五公主做事荒唐，她不愿嫁给小月侯之子，因为对方花天酒地，玩世不恭，完全就是一个纨绔子弟。可她的婚姻却由不得她做选择。她不嫁也得嫁，本就是为薛岳两家拉近关系。三公主都嫁了，她又有什么资格说不呢？她嫌弃小岳侯世子，认为对方配不上自己，但岳家的人也是同样的想法。五公主做事荒唐，竟然在公主府中扬面首，还说都是她的谋士，这样的事懂得都懂。所以小岳侯一点都不希望五公主嫁进自己家，这不是告诉天下所有人，他越是这顶绿帽子戴定了。小岳侯世子和五公主两人算不上是什么信男善女，他们俩在一起也算是绝配，无论人品还是家世都十分的登对。五公主谋害少商的事情曝光后，五公主在长秋宫十分嚣张，完全不把别人的命当命，甚至借着自己的身份认为自己高人一等，最终被文帝罚禁闭，甚至把她的面首都杀光了，算是给她一个教训。原著中也是如此。皇后曾经问五公主，我听说你在弘农君那儿圈了上万亩的田地，给自己做园庄，这是真的吗？五公主不仅没否认，反而洋洋得意。哎呀，母后，那都是些荒地，又干又硬的石头滩，丢出去都没有人要。我圈起来让人开去沤地，再容留流民开垦耕种，既能产粮，还能安抚民生。说起来，父皇还得嘉奖我呢。生来锦衣玉食的五公主，明明食邑丰厚，还圈了那么大的田地。结果只向官府录了20丁，按照当时的农耕水平，上万亩土地怎么可能是20个人能开垦出来的？五公主就是明目张胆的引丁逃税。如果说单单只是圈地谎报人丁逃税，或许皇帝不会予以重罚，但是在皇后寿宴上欺上瞒下，杀人嫁祸，不仁不孝，其毫无悔改之心，皇帝再不可能包庇他，数罪并罚。皇帝颁旨，以后除非他和皇后发话，五公主再不能出门游乐，且必须在专门委派的宫媪监督下，在家读书奉德，修身养性。简而言之，她被监禁在公主府中了。同时，原先赏赐给公主的那些食邑全数收回，反正公主也用不上钱财了。若公主想出去，十分简单，嫁出去即可。可是五公主当初因为不满亲事，一哭二闹三上吊的逼迫皇后将她的婚期拖至她20岁之后，所以她要在公主府中被监禁5年，除非小岳侯夫妇亲自提请提前婚期。可她之前没少得罪这对未来的公公婆婆，要他们帮忙，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。因此五公主只能在家数着日子，恨嫁了。大婚之日便是她唯一出来的机会，于是她比谁都期盼着赶快成婚。文帝收了她所有的食邑，但却在大婚之日给了她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婚礼。这其实是文帝对五公主做的最后一件事情，之后不管发生什么，他都不会再管五公主，也算是对她彻底失望了。5年后，五公主出嫁，表面上风光无限，十里红妆，华盖满城。可自从完婚后，她与小岳侯之子3天2头吵闹斗殴，两人经常是旧伤未愈，新伤又起，还差点将小岳侯的府邸给一把火烧了。五公主成婚后过得并不如意，她和小岳侯世子一个纨绔，一个嚣张，动起手来高下难分，最终两败俱伤。五公主不喜欢小岳侯世子，小岳侯世子也无法容忍她的所作所为，他们就如同一对怨偶。但即使是这样，他们也必须把婚姻维持下去，因为从一开始这段婚姻不只是代表着他们两人，否则又怎会连决定权都没有。本以为被监禁在公主府的这几年，五公主能反省自己的错误，凡事能收敛一点。没想到她成亲后行事更加乖戾，丝毫不顾及皇家和开国功臣，岳飞母族岳家的颜面。五公主不仅婚前就养男宠，婚后更是得寸进尺，比之前更加过分。那些男宠大都面貌俊秀，体格健壮，五公主对他们特别宠爱。一群男男女女经常笙歌夜宴，行猎游玩。不过五公主的驸马也是位棉花素柳的好手，2人也算登对了。元慎曾经对少商说，这是恶人自有恶人磨，
五公主与驸马，一个骄奢淫逸，一个跋扈凶残，我看这俩是天生的一对。事实证明，千万不能在背后说人坏话。五公主婚后数月，某日进宫谢恩时撞见了元慎，居然异想天开的要召他为入幕之宾。当时元慎脸都绿了。后来元慎也不知使了什么手段，将五公主饲养男宠之事弄得人尽皆知，皇帝气得半死，当即将作为嫁妆添加给五公主的10亿又减去了一大半。至此，五公主就在和驸马的争斗打闹、互相伤害中活着。几年在府中的监禁生活都没让她改变自己，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荒唐，何况被放出来了呢？五公主最终的结果是，要么毁了自己，要么和驸马一起毁灭。